如果不把握机会练习，就算看完1000集的中文电视剧，你的中文也不会变得流利。大家好，我是 Elena 老师。今天我们要聊一个很多人都关心的主题，看电视学中文。If you've been watching some Chinese dramas but still feel your Mandarin isn't improving, this lesson is for you. Many learners try to learn Chinese with drama, but their Mandarin doesn't actually get better because most people are watching the wrong way. In this immersive intermediate Chinese lesson, I'll show you the biggest mistakes learners make when studying Chinese through drama and explain how to fix them, so you can learn faster and avoid wasting time. After the lesson, check the description for extra resources to help you progress faster. And feel free to turn on subtitles if you need them. 今天是 Mandarin Monday， 欢迎来到 Making Sense of Chinese。我先跟你分享一个我自己的亲身经验。10几年前，我的英文程度还很差。那个时候我听说，只要多看英文影集，英文就会变好。于是我开始疯狂地看美剧和英剧，看了上百集超好看的英文影集。结果呢，我的英文居然完全没有进步。即使看了那么多影集，我还是听不懂母语者说的英文，也还是没办法开口说英文，而且词汇量也没有增加。如果你也有类似的经验，看了不少中文电视剧，却觉得自己的中文能力没有变好，那你很有可能跟当年的我一样，犯了下面这5个错误。第一个错误，选错电视剧。电视剧的种类非常多，像是爱情剧、家庭剧、悬疑剧、医学剧、校园剧、历史剧等等。如果你对某些题材有兴趣，可能会想看相关题材的中文电视剧。但是看电视剧学中文的时候，最好优先选择适合自己中文程度的题材，因为难度太高，专业领域的中文词汇太多的话，反而会容易让你感到挫折。我以前英文还很差的时候，却去看那种医学、犯罪甚至科幻题材的英文影集，像是 Lie to Me 别对我说谎、Revenge 复仇，还有 Orphan Black 黑色孤儿院。我完全没考量到自己的英文程度，那些影集里面的英文单字都超级难，演员说的每一句话都有我听不懂的生词，因为要查字典要做的功课太多，我查了几次字典就放弃不再做功课了。所以啊，
如果你的中文程度还在中级阶段，还听不懂大部分母语者说的中文，我建议你先挑一些比较生活化的电视剧来看，先累积足够的中文词汇，再挑战难度比较高的电视剧。比如台湾电视剧《酸甜滋味》和中国电视剧《家有儿女》，都是发生在家庭里的故事，可以学到大量在生活中常用的中文词汇。我会在以后的课里推荐更多适合你观看的中文电视剧。如果你还没订阅频道，现在赶快订阅吧，这样就不会错过下一堂课了。第二个错误，只看翻译成母语的字幕。假设你的母语是英文，你在看中文电视剧的时候，只看英文字幕，那其实只是在读英文。你的眼睛忙着看英文字幕，耳朵根本没有在认真听中文。这样做对提升中文听力一点帮助都没有。就像当年我看英文影集学英文的时候一样，我只看中文字幕，结果英文听力完全没有进步。也许你会说，可是我的中文还不够好啊，如果不看英文字幕，我就看不懂剧情啊。我想问你，你看中文电视剧的主要目的是娱乐自己，还是提升你的中文能力呢？如果你的目标是学中文，那就应该果断地抛弃没有字幕就看不懂的成见，试着减少对母语翻译字幕的依赖。再回想你小时候看卡通，是用耳朵去听，还是用眼睛去看字幕来理解内容的呢？2、3岁的小孩根本还没学会认字，当然是用耳朵去听，去理解内容的。你小时候即使没办法100%了解所有的内容，还是看得津津有味，对吧？所以不要怕看不懂，应该用耳朵仔细去听，去习惯中文。如果你非看字幕不可，我建议你只看中文字幕。下一堂课我会告诉你怎么利用中文字幕来提升中文能力的有效学习法。第3个错误，每一集只看一遍。很多人看完一集电视剧以后，马上就想追下一集。我以前也是看英文影集看得超入迷，一集接一集不停地看下去，结果看了那么多，我的英文还是一点也没进步。原因很简单，我是在追剧，也就是单纯的在娱乐自己，并不是真正的在学习语言。如果你想真正有效的利用电视剧学中文，不应该每一集只看一遍。我建议你应该重复看相同的内容，每一集
至少看5遍以上，看越多次越好，并且认真的做功课，以累积你的中文词汇量。第4个错误，完全不做功课。很多中文学习者看电视剧的时候，遇到不懂的生词就直接跳过，懒得查字典做功课。我以前看影集学英文的时候也是这样。刚开始其实我是很认真的，遇到不懂的英文单字都会查字典做笔记。但是这么做太花时间了，一集只有30-40分钟的节目，我可能得花足足1个礼拜的时间，才能把所有不懂的生词全部弄懂。我觉得这么做太累了，于是很快就放弃了，再也不查任何生词。结果可想而知，我的英文能力完全没有提升。学中文也是一样，如果你只是在享受追剧的过程，却不花时间去学习那些你不懂的生词，那你只是单纯的在娱乐自己，而不是真正的在学中文。我建议你可以先专心看1遍剧情，享受故事。看第2遍的时候，挑一些出现频率比较高的重点生词来学习。这样做会比较有效率，也比较不容易放弃。第5个错误，只看不听也不练习。如果平常你没有什么机会练习口说，看中文电视剧的时候，只顾着看翻译成自己母语的字幕，不专心听中文母语者说话，也不把握机会模仿，那就算看完1000集，你的中文也不会变得流利。就像当初看完好几百集的影集，英文程度还停留在原地的我一样，不开口练习，绝对不可能说一口流利的中文。其实，电视剧里那些实用的生活台词，就是你最好的中文教材。如果能把握机会，一边看剧，一边模仿你喜欢的台词，你的中文口说就会在无形中进步很多。下一堂课我会分享看电视剧学中文最有效的方法。记得订阅频道并打开小铃铛，才不会错过哦。你有没有喜欢的中文电视剧呢？我很好奇，在影片下方留言告诉我吧。如果你觉得这堂课对你有帮助，别忘了给我一个赞。I hope today's lesson gave you a boost on your Chinese learning journey. For more resources and tools to make studying easier, check the link in the description. If you enjoyed this lesson, explore more helpful content in the playlist here. See you there!